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达文西的神秘微笑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明。今天我们要一起探索达文西在1516年完成的最后一幅画作《施洗者圣约翰》。这幅画可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最具争议性和多元解读空间的艺术品之一。你好，小明，我是艺术史专家小温，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分享这幅充满神秘氛围的杰作。你知道吗？达文西在临终前手边只放了3幅画，分别是蒙娜丽莎、圣母、圣婴和圣安娜。这足以证明达文西对这幅作品的重视程度。真的很特别，能请你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幅画的创作背景吗？当然可以。施洗者圣约翰完成于1513至1516年间，正值达文西生命的最后阶段，可说是他艺术生涯的收官之作。这时的达文西已经是文艺复兴晚期最受尊敬的艺术大师之一，他以精湛的技法和深邃的思想著称。这幅画现今收藏于巴黎罗浮宫，尺寸为69乘57公分，是一幅不大但影响深远的作品。我看过这幅画的复制品，印象最深的是那黑暗背景中浮现的神秘人物和那标志性的手势。能谈谈这幅画的艺术特色吗？是的，这幅画最大的特色就是达文西运用了他最擅长的明暗对比法，通过强烈的光影效果，让主体从漆黑的背景中浮现出来。画面中，施洗约翰上身裸露，但大部分身体都隐没在黑暗中，只有面部、右肩到手臂以及那个著名的指向天空的手势被光线照亮。这种处理方式增强了画面的神秘感和戏剧性。那么约翰手上的十字架和他指向天空的动作有什么特殊的象征意义吗？这个问题非常好。按照传统基督教的诠释，施洗约翰手持十字架象征着他预言耶稣的来临，而指向天空的手势则代表他为光做见证的角色。在圣经中，施洗约翰是耶稣的表兄和先驱，他的命令就是为耶稣的到来做准备，并为他施洗。但我听说这幅画也存在着不少争议，是吗？没错，这幅画充满争议性。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达文西笔下的施洗约翰形象与传统描绘大相径庭。一般而言，施洗约翰通常会被描绘成年纪较大的、有着胡须的男性，但达文西却将他描绘成了一个光滑脸庞、长发飘飘、面带神秘微笑的年轻形象，散发着一种明显的中性或双性特质。哇，这确实非常不同于我们平常理解的圣经人物形象。这么说，达文西在这幅画中也注入了他个人的一些思想。绝对是的。有研究指出，达文西受到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他可能将施洗约翰视为一种两性同体的完美存在。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思潮中，两性同体被视为一种完全体，既有男性的知识和力量，也有女性的优雅与直觉。达文西甚至留下来一些素描，显示跟这幅画姿势相似，但同时具有男女性征的人物形象。哇，这真是令人着迷。那么这幅画中著名的达文西式微笑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这幅画中的微笑与蒙娜丽莎中的神秘微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更为妖艳和暧昧。这个微笑给人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似乎隐藏着某种秘密。有爱史学家认为，这种微笑反映了达文西对人类精神与肉体的二元性的思考，以及他个人对于宗教教条和自然真理之间的独特见解。我注意到这幅画的背景是一片漆黑，这是达文西的个人风格，还是有特殊意涵？这种处理方式在达文西晚期作品中相当常见。深色背景一方面可以强化主体的存在感，另一方面也可以营造出一种神秘莫测的氛围。有研究者认为，达文西选择用这种方式来表现施洗约翰在茫茫黑暗中指向光明，象征着人类在探索生命与宇宙奥秘时的精神指引。
不过也有说法认为这幅画的背景可能经过后世谋改，因为它并不使用达文西擅长的大气透视法。从技法上，达文西在这幅画中展现了什么样的独特之处？达文西在这幅画中完美展现了他著名的晕涂法，这是他招牌技法。通过精细的薄层油彩叠加，他创造出了柔和的轮廓和细腻的明暗过渡，使得画面中人物仿佛笼罩在一层烟雾中，增加了神秘感。值得一提的是，这幅画虽然题材传统，但表现手法却是前卫的，充分体现了达文西作为文艺复兴晚期开创者的地位。从历史角度看，这幅画在达文西的创作生涯中有什么特殊地位？作为达文西人生最后阶段的作品，《施洗者约翰》可说是他艺术思想的总结。这时的达文西已经饱经沧桑，对生命、信仰和艺术都有了更深层的思考。有研究者认为，画中施洗约翰指向天空的手势，实际上反映了达文西面对未知与永恒时内心的彷徨与探索。这幅画不仅是一幅宗教画，更是达文西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真是深刻动人。如果要总结这幅画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你会怎么说呢？我认为施洗者约翰之所以成为艺术史上的不朽之作，就是因为他完美地融合了技术和思想、传统和创新。达文西不仅用精湛的技法创造出了视觉上的奇观，更以这个传统宗教题材表达了他对于人类本质、性别二元性和宗教教义的独特见解。这幅画最伟大的价值在于它超越了时代和文化的局限，让我们看到艺术家和如何用个人视角重新诠释连接记忆中的符号和象征。谢谢小文今天的精彩分享。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透过这段对谈，初步了解了达文西的《施洗者约翰》。这幅画作从创作到近日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却还是能引发我们的思考和讨论。艺术的魅力就在这里，它能跨越时空，与不同时代的观者产生共鸣。是的，我想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巴黎罗浮宫，一定要亲眼去看看这幅画，因为只有站在原作面前，才能真正感受到达文西笔下的那神秘的光影和令人沉思的表情。非常感谢小文的建议。各位听众，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携带给您身边的艺术爱好者。下次节目再会。谢谢大家，下次见。